说起妖怪，你们是不是很害怕？但这次大雄他们碰到的妖怪不仅能做饭切菜，还能生火抓鱼。这天，大雄闷闷不乐地躺在家里发呆。大雄爸吐槽他整天在家里睡觉，可大雄却怪爸爸不带自己出去玩。小福带胖虎和静香去温泉度假中心 happy 了，他又被排除在外了。大雄爸忽然想起来，自己有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在那个温泉附近经营着一家云游旅馆。于是大雄和哆啦 A 梦也满怀期待地出发去度假了。他们来到了一家看起来很高档的山顶饭店。哆啦 A 梦隐约觉得他们可能找错地方了，果然刚进大门就迎面遇上了小夫他们。胖虎和小夫取笑大雄，这里才不是云游旅馆，也不是大雄这种平民百姓住得起的地方。大雄本来想等找到真正的云游旅馆，在小夫面前雷锋一番，结果眼前这个破败的小旅馆打破了他的所有幻想。看起来是很有历史没错了，但这里跟高级一点儿也不沾边儿。推开门，里面黑黑的，一个人也没有，仿佛下一秒就会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个幽灵。这时一个悠悠的声音飘了过来，说：“欢迎光临。”大雄和哆啦 A 梦吓得抱在了一起。真的出现了，是妖怪吗？等声音的主人走近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是这家旅馆的老板。老板眼角含着泪光说，这家旅馆已经不知道有几年没有客人上门来投诉了，所以老板对大雄他们的到来非常高兴，他决定要以最高规格的等级来接待他们。随后老板一边向他们介绍旅馆，一边带他们去客房。老板非常自豪，曾经有许多历史上的大人物都在这里住宿过，最令他引以为傲的是这里的温泉浴场。不过这里的确已经很老旧了，连门窗都要很用力才能打开，房间里连降温的设施都没有，非常闷热。老板安顿好他们就先离开了。大雄很郁闷，这里又小又旧，根本就没有度假的感觉。从窗户望出去，正好能看见小夫他们所在的高级度假饭店。大雄可不想让小夫知道自己住在这种地方，谁知道下一秒小夫就在窗下跟他打招呼。胖虎和小夫是过来挖苦大雄的，这的确是一间历史非常悠久的旅馆呢，他们这么说道。这时老板正好路过，他以为这些小孩真的在夸他的旅馆，这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还介绍说，云游旅馆的温泉充满了岁月的风情。随后老板就准备出门去帮大雄他们寻找最新鲜的食材。小夫和胖虎又开始吓唬大雄，说传闻这个旅馆有妖怪的传闻。吓完人，他们就想叫静香一起回去，可一转眼却发现她不见了。原来静香想在这里泡温泉，老板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胖虎和小夫就先回去了。这里的温泉是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果然很舒服。静香已经能理解老板以此为傲的原因了。哆啦 A 梦泡好先出去了。这时大雄被一个从天而降的不明生物吓了一跳，差点扑到静香那边去。大雄哭着告诉他们这里有妖怪，但静香觉得这太扯了，就算有妖怪，哪有大白天就跑出来的？于是哆啦 A 梦拿出了道具《妖怪总动员》印章，妖怪的事就交给妖怪去调查。哆啦 A 梦介绍说，妖怪的种类不同，所负责的工作也不同。他派出一只长脖子妖怪去江边打探情况，最后发现是小夫他们的恶作剧，这下大雄总算松了一口气。但老板却被突然出现的妖怪吓晕了。傍晚，老板醒来后跟他们说，很久以前这间旅馆也有过十分繁荣的时期，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旅客过来投诉，那时候的忙碌就像做梦一样。但自从山顶的那间饭店盖好之后，客人们就全都跑去那里投诉了。但这间旅馆是老板家从祖先那儿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因此他也很努力的在经营，不想让他在自己手中倒闭。但现在似乎真的出现了妖怪，老板已经做好了好关门大吉的准备了。大雄他们赶紧解释说，那不是真正的妖怪。但老板心里明白，这间旅馆撑不了多久了。他伤感了一下后，抹掉了眼泪，故作轻松地表示自己要去为他们准备好吃的晚餐了。大雄和静香都很想帮帮这个有信仰的老板，于是哆啦 A 梦拿出了道具来来猫，有了这个就可以招揽客人上门了。哆啦 A 梦让来来猫朝向山顶饭店招手，随后在那里办理登记的顾客、准备入住的顾客，全都朝着山下的这间小旅馆聚集而来。老板看见突然有这么多客人，高兴得合不拢嘴，他赶紧给这些客人一一安排入住。入住的客人纷纷觉得这里的感觉让人安心，很怀旧，甚至还有人想起了小时候的回忆。大厅又来了一个姐妹花团体，他们有大量的行李要大雄他们帮忙搬到2楼。大雄可搬不动呢，
他灵机一动，寄来了妖怪总动员，让妖怪帮忙搬行李。大雄再三嘱咐妖怪不能被客人发现，随后一只巨大的手伸了进来，帮他们把行李运到了2楼。姐妹花们刚到房间，就发现行李竟然已经搬过来了。他们不仅夸赞这间旅店效率高，还把大妖怪的眼睛误以为是圆圆的明月。客人来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食材完全不够用啊！老板只准备了大雄他们几人的分量，而且老板只有1个人，只靠他的话，可能这些旅客要到半夜才能吃上晚饭了。于是大雄再次请出妖怪小分队帮助老板，有负责生火的，有负责淘米煮饭的，有负责切菜的，还有负责分盘子的，负责砍柴的和负责抓鱼打猎的。这些妖怪们分工明确，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小峰和胖虎也被白天的长脖子妖怪吓得不轻，他们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准备去云游旅馆找大雄算账。画面一转，一个小胖也到达云游旅馆，想要入住。可就在这时，旅馆突然跳闸了。大雄和哆啦 A 梦召唤出幽灵火和纸灯妖怪帮助照明。为了不吓到客人，他们特意让幽灵火变成红色，而且还再三叮嘱了妖怪们，千万不能在客人面前露出马脚。在门口等候入住的小胖正好目睹到了一只幽灵火去点亮招牌的全过程，他顿时对这间旅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老板很抱歉地表示已经没有客房了，小夫很失落。这时老板表示，如果不嫌弃，小胖也可以睡在他的房间。客人们对这种灯光的服务格外满意，很快晚餐就做好了，妖怪们一起帮忙把餐点端到了餐厅。长相比较正常的妖怪还留下来做了会服务员，其中无脸男差点在客人面前摘掉了伪装，幸好大雄及时把他拉走，并教育了一番。好不容易有这么多客人上门，要是穿帮可就完蛋了。但大雄还没意识到自己把妖怪总动员印章落在了大门前。这时胖虎和小夫过来捡到了印章，胖虎研究了一下，没研究出个名堂，于是他把印章随手一扔，扔在了地上。结果印章里的妖怪全都跑了出来。屋子里客人们正在感谢老板为他们准备的美味餐点，这时妖怪们突然涌入，气氛顿时变得蓝悠悠阴森森的，把所有客人都吓跑到山顶饭店去了。但几只大妖怪还贴心的帮客人把行李运过去了。客人都走光了，大雄他们非常自责，都怪他们多管闲事，才会把这里变成妖怪旅馆。但老板却没有怪罪他们，反而感谢他们，让自己又能再次忙碌起来，这样他就能了无遗憾了。在客人的笑声中画下了这间旅馆最后的句点。第二天，他们发现那个小胖竟然在这里住了1个晚上，看起来还十分满意的样子。大雄他们也准备回家了，但这时老板竟然接连接到了8通要预约入住的电话，还是没预约，特意找过来的。原来那个小胖是个知名的旅游博主，他在自己的博客上介绍了这里是有妖怪出现的旅馆，于是这些寻求刺激的年轻人就慕名而来了。这间小旅馆在大雄他们和老板的共同努力下恢复了往日的热闹，老板也终于可以乐呵呵的忙里忙外了。看来这趟度假真是不虚此行。好了，本期问题，你们敢入住这样的妖怪旅店吗？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咱们明天见。